自己给我看，来，你自己过来，来。看清楚，看清楚啊！看一下什么？你看清楚，你是个人呐、你是个人才了你啊！人才，真是人才！如果人间有恶魔，那一定长这样。宝马女司机撞人后，不仅没有停车救人，反而还加速拖行受害人长达2公里，导致受害人脸部直接被磨平，浑身多个部位被摩擦得血肉模糊，现场可谓是惨不忍睹。然而，当宝马女司机被截停后，她却悠闲地坐在车内玩起了手机，期间还多次打电话托关系找人，无论交警怎么要求，她都拒不配合，下车接受检查。然而，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当交警强行将他拉到受害者面前时，他却一脸淡然地忙着整理起自己的手表，完全不把车下的受害人当作一回事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不仅踩着高跟鞋开车，而且还醉驾加超速。那么，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，让他如此嚣张？最后，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？事情发生在2022年9月2日晚上，肇事宝马女司机名叫肖亚平。当天晚上，她和好友聚会结束，正准备回家。由于当时喝了很多酒，于是闺蜜便劝她喝了酒别开车，但肖亚平却坚持说自己千杯不醉，而且家就在附近，应该不会遇到交警的。说完就踉踉跄跄地上了自己的宝马车。朋友看她走路都走不稳，不是很放心，所以自打他上车之后，就一直和他保持着通话。就在肖亚平以时速69码的车速行驶到中山公园附近时，突然他撞到了正在骑电动车的谢某，并且谢某的裤脚直接被卷进了宝马车的大灯里。然而，原本应该立即停车拨打急救电话的肖亚平，却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举动。只见他不仅没停车，还径直冲了出去，并在车里和好友说自己撞到人了。没想到，朋友不但没有让肖亚平停车救人，还怂恿他尽快离开现场，不然被查到酒驾就麻烦了。此时，肖亚平不但没有减速停车，反而猛踩油门将车速提到80码，迅速离开了现场。然而刚走了没多久，肖亚平就发现谢某不知为何卡在了他左侧大灯的位置。朋友在得知这个情况后，立马跟他说再开快一些，把他甩下去。就这样，肖亚平拖着谢某开了2000多米。大家应该不怎么了解拖行2000多米是什么概念。就算正常步行需要18分钟左右，骑电动车需要4分钟，就算开车也要2分钟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短短的2分钟的时间里，受害者谢某人被贴地高速摩擦了2公里的距离。可以想象，车底的受害者到底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。此时他也丝毫没有停车减速，但是很快他在吉星路中澳加油站地段被查酒驾的交警发现，交警很远就看到肖亚平的宝马车，并且宝马车左侧还挂着一个面目全非的女人。此时的谢某整个身子呈趴伏状，脸部着地。由于长时间拖行，他已经衣不蔽体，浑身是血，耳朵也掉了一只，鼻子直接被磨平。现场的画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坐在宝马车上的肖亚平却十分淡然，一脸冷漠，完全不在乎车下人的死活。在被交警拦截下来后，他依旧不予理睬，不下车，更是不配合交警做酒精测试。在场围观的群众瞬间怒气值拉满，甚至对他发出了正义的怒吼。若不是有交警在，估计他当场就要被围观群众暴锤一顿。然而此时肖亚平仍然不为所动，甚至还在车里低头玩手机打电话，仿佛车轮下的惨剧与他毫无关系。面对如此嚣张的态度，交警也忍不下去了，直接大声呵斥，愤怒地要求他下车。最后这名女司机才慢吞吞从副驾驶下来，期间还不断拿着手机打电话，试图托关系找人。当交警把电话没收后，女司机还试图去抢手机，对躺在地上的受害者，她却不闻不问。这时候交警彻底发怒了，拉着她来受害者旁边，指着躺在地上的谢某，并对肖某大声怒吼道：看清楚啊！看一下讲什么？你看清楚！你是个人呐、你是个人才了你啊！跟良心的屁两开的哈！你挂在上面坐后面的，不得不说，他的确是个人才，不仅醉驾肇事，而且还穿高跟鞋开车，确实是艺高人胆大。然而此时他的表情依然淡定，很快就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相较于地上躺着的那个被他折磨的气息奄奄的女人，他更关心自己手上的那块百达翡丽手表。期间3番4次的去整理手腕上的100万名表，这也是最让我气愤的一点，实在太冷血太可怕了。他仿佛在用行为向世人宣告，一条人命还不如他的手表值钱，真的是毫无人性。此时的他仍是一脸淡然，还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，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车外还有个人，他只是正常开车。
最终经过交警的检测，肖亚平的酒精含量为124.51毫克每100毫升，已经属于严重醉酒驾驶，而且他当时的车速已经严重超过事故发生地段的最高限速。最终交警认定肖亚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并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，及时抢救受伤人员，属于逃逸行为，应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，谢某不用承担任何责任。受害人谢某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一个16岁，一个11岁，且都在上学。谢女士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后，被诊断为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，构成重伤2级。然而更让人气愤的是，肖某家属曾在事发后垫付了9.8万元医疗费，之后又陆续给了2-3万元的生活费，共计13万，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。而谢女士在被送往医院后就进了 ICU， 直到事发后5个月后才转到康复科，光是 ICU 费用就花了将近80万元，想要彻底治疗好，没有100万压根搞不定。然而事发7个多月后，谢女士还没恢复，因为脸部和舌头受伤，咀嚼能力也受到影响，无法正常饮食，也无法行走和说话。最可恨的是，出事之后肖亚平也没有露过面，从不来医院探望，更别说道歉之类的话。最后据警方调查了解到，肖亚平是当地一家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，收入非常可观。她的丈夫是公务员，家中除了宝马还有路虎等豪车。2023年4月11号，这起交通肇事案在娄底市娄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因案情疑难复杂，法庭决定对该案择期宣判。直到7月7日，娄底市娄新区人民法院才对肖亚平交通肇事案一审公开宣判，判处肖亚平有期徒刑6年0.3个月。判决一经公布，便在网上掀起巨大的波澜。网友们纷纷认为判决太轻，而谢家也表示，对于判决6年3个月的处罚结果并不满意，会再进行上诉。这起案件最令人窒息的不是方向盘上的酒精浓度，而是车轮下消失的人性温度。当肖某踩着高跟鞋冷漠端坐时，他碾压的是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。6年刑期永远修复不了那道2公里长的血色伤痕。当他选择踩下油门的瞬间，就已经把另一个生命当成了挡在奢侈品高跟鞋前的一粒尘埃。今天的道路上仍有无数个肖某某握着方向盘，或许我们都该记住，车标不能彰显人格，但刹车踏板下藏着一个人的良知和底线。对此事件，你们又有什么看法？左上肢和左下肢，包括身子和头部都已经被碾压，被车辆带的已经没有了。他只因害怕和紧张撞到电车后，直接选择了逃逸，结果导致16岁的花季少女挂在了后车底盘之下，活生生的被拖行了10公里远。当民警发现时，女孩的躯干和组织犹如遭到了五马分尸。事故的10来年，这种情况，这种尸体的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，确确实实不忍心看。这是发生在山东省济宁市的一起交通事故。2016年10月27号这天傍晚，高新区交警大队突然接就是自己的女儿。我的孩子，我给他现场有俺孩子的包，有俺孩子的1公里远。那么这条长长的红色拖痕也就侧面说明，挂在车底的小冉最少已经被拖拽了1公里。根据陈彪，也就是撞到小冉后非但没有下车查看并随即逃逸的司机，据他交代不够承担次要责任。事后沈平和陈彪均已和小冉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。也对不起这边的父母，给老婆孩子，也许这一辈子走不出去了。陈彪的碗呢，